大半个世纪之前，苏格兰尼斯湖水怪就已经在世人中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了。同它相比，塞尔玛水怪的知名度似乎要小得多。但是在他的家乡挪威南部一个叫塞尔尤尔的小镇上，它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谈论的焦点。塞尔玛水怪真的如人们推测的那样是一种史前生物吗？一次次的搜寻活动又将为我们揭示怎样惊人的秘密呢？大家好，我是兔哥。关于挪威塞尔玛水怪的最早文字记载出现在1750年，但是当地的塞尔尤尔人并没有将其看作是一种恐怖的可怕的怪物，而是津津乐道地认为这是塞尔玛湖中生活的一种世上独有的生物。后来根据塞尔玛水怪的目击者描述，水怪的外表看起来像一条黑色的大海蛇，有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头像马，没有耳朵，身体全长为3到12米，身体的中间部分较粗，两边还长着鳍。那么像这样奇怪的四不像真的存在吗？会不会这些特征属于不同的动物呢？在众多关于塞尔玛水怪的猜测中，生物学家格拉夫的见解最为独特，影响也比较大。塞拉夫认为塞尔玛水怪可能是早已在海洋中消失的一种史前大海蛇。在生物学家的资料中，有关格拉夫所说的史前海蛇的相关记载。这种海蛇的头比较大，最大张开程度可达200度以上。这种大蛇贪心极盛，它最喜欢攻击身体截面比自己大得多的海洋生物，而且几乎每次都能成功将其制服，然后将其活活吞下。吞下后，它的腹部同身体前部分相比，明显隆起变粗。据格拉夫的介绍，和现在许多动物吞下大量食物后会静静的卷腹休息不一样，这种古老的海蛇在吞下食物后会显得很兴奋，它们会在水面游动，甚至有时会跃出水面。那么这些现象到底能不能帮助人们理解怪物的形态和习惯呢？两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吻合呢？格拉夫将那些对史前海蛇的描述和人们对塞尔玛水怪的描述进行了对照。他觉得人们看到的腹部比其他部位显得粗大，正是吞下大量的食物后兴奋的海蛇在湖面上消化，而它跃出水面时溅起的大量水花，以及它身体的扭动和膨胀的肚子，再加上它的出现时间一般都很短促，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这种动物身体两侧长了鳍。这些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是这些吻合是否接近现实呢？更关键的是，生活在史前时期的海蛇为什么会出现在挪威境内的一个内陆湖呢？一些古地质学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合理的猜测。他们认为，在数百万年前，塞尔玛湖可能同挪威海是相通的。后来，随着地球地壳活动，大洋底部的一块陆地隆起，将塞尔玛湖与海洋隔开，成为一个内陆湖。而海蛇在这个时期就生活在变动之前的那片海域。地壳变动后，湖海之间的水道逐渐堵塞，它们就再也回不到大海了。那么，如果以上的推理成立，那么这些海蛇应该像历史记载那样，在几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那它们怎么还会生活在塞尔玛湖中呢？地质学家们说，塞尔玛湖脱离大海后，它的水质会渐渐淡化，所以生活在湖水中的一部分海蛇可能因为无法适应淡水环境而灭亡了。但是生物适应环境的能力是人类不可小觑的。
有些海蛇可能就渐渐适应了淡水环境而生存了下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或许是湖区环境的特殊性，使得它们逃离了几万年前的物种灭绝，成功的繁衍了后代，成为这里的常住居民。既然这种水蛇的后代已经适应了塞尔玛湖的环境，那么在湖中就不可能只有1、2条水蛇，我们是否能够寻找到它们的足迹呢？此后人们不断以各种方式试图寻找塞尔玛水怪的踪迹，仅仅等待水怪出现的方法太消极了。但是许多次的搜寻又根本没有见到任何水蛇的影子，它们就像隐身了一样。人们能有所突破的找到其他的途径吗？塞尔玛水怪是一种海洋生物的说法，得到了欧洲著名的贝尔根海洋生物研究所的支持。但是专家们同时发现了另一个现象，就是塞尔玛水怪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虽然他们的推理看起来似乎不能为寻找水怪提供任何启发，但是他们却无意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动物的叫声。既然直接发现和捕捉怪物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是否可以利用声音来探寻呢？1999年8月，贝尔根海洋生物研究所的专家使用装有高保真水下录音机的声波仪，对该湖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搜索。虽然最后他们得到了一些水下动物的叫声，但是无法判定就是水怪的叫声。显然，仅仅使用声波来寻找是不够的。那么不久，研究所的专家又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既然这水怪在200多年来一直是存在的，那么湖中至少有雌雄一对水怪才能繁衍后代。同时，目击者看到的水怪的体长差异很大，说明目前湖中应该还有小水怪。他们据此得出了一个有趣的推理：根据动物的普遍规律，小水怪应该是比较顽皮的，它们很可能会偶尔远离父母。那么有没有可能趁机捕捉到一个体积比较小的水怪呢？1999年10月，研究所的专家携带着一种特别设计的尼龙网，展开了第2次大搜索。但是奇迹依然没有出现，这次他们什么都没有捞到。水怪会躲在哪里呢？难道他们会在人们搜索时隐藏在岸边的山林中，待人去湖空后再返回水中吗？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2000年6月，名为“阵风2000”的第3次搜索在塞尔玛湖区大规模展开。这次行动最大的特点就是规模大，他们不仅携带了捕捉海鳗的大网，用来捕捉可能出现的小怪物，同时湖区周围的所有山上都遍布了他们安排的人马，以备塞尔玛水怪躲到岸上去。甚至他们还配备有小队潜水人员，负责水下镜头拍摄和湖底搜索。这次行动不能说是一次全方位大规模的彻底搜索，但是依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就这样，人类又一次陷入了守株待兔的无奈境地。看来要解开这个谜团，人类还需要更多的时间。那么你认为塞尔玛湖真的存在水怪吗？此前的海蛇真的藏身在挪威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好了，本期好奇探索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